今日的话题是什么时候让你非常心疼一个人？话题畅聊是精选了一位网友的故事，荧幕前的你有什么感触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关于什么时候让你非常心疼一个人，这位网友是这样说的：我害怕那个烟囱，每次冒起烟，都是一个生命化为尘埃的时候。这半生辛酸荣辱，贫穷富贵，都融在你一杯骨渣里，留在了过去，没再有未来。几年前，70岁的奶奶因为和爸爸吵架，独自拿着几千块钱的积蓄，选择了坐硬座回到大兴安岭。奶奶虽然已经70多岁了，但身体依然硬朗。她凭借自己每月的养老金，向兄弟姐妹借了2万块钱，在小镇上买了一座小楼房。她每月的养老金一发下来，就还一部分欠款。那时我已经离开家10年了，因为过去的种种经历，我一直没有回去过。当时我还在上学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找时间回东北看望抚养我长大的奶奶。终于在毕业1年后，我和男友一起提前请假回东北过春节。夏天时，奶奶知道这个消息后开心了半年。那一年，奶奶已经75岁了。在电话里，她高兴地告诉我，她的身体依然硬朗，夏天还去园子里种菜，每天能走好几公里。她已经还清了欠的房钱，每月有1600元的养老金，足够她一个人花费。等我回去后，她想带我去吃任何好吃的。然而，就在那个春节，爆发了疫情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决定回东北看望奶奶。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记录这一刻。奶奶的楼房里，小花在冬天依然盛开，屋内暖洋洋的。我们到家后，奶奶非常开心，她从冰箱里拿出了半年前外甥送的一大块驴肉，说是特意为我留的，坚持要给我包饺子。看到奶奶在床上围着被褥剁馅，我有些惊讶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却说这样比较舒服。我没有多想，但后来注意到她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第2天和第3天，奶奶分别给我做了酸菜和透明的大饺子，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。在家的日子里，虽然家务都是男友做的，但每顿饭都是奶奶亲手为我准备。第4天早上，奶奶躺在床上没有起床，我问她想吃什么，她却问我想不想吃粥。我察觉到她的不舒服，便提出为她做粥。男友也看出奶奶的不适，坚持要带她去医院。但临近过年，许多诊所和医院都关门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开门的药店，看到老太太头发都白了，人也虚弱，谁也不敢给开药。我托亲戚帮忙，最终在社区诊所为奶奶找到了一个床位。她说胃疼的厉害，于是开始输液治疗。然而连续输了3天液也没有任何好转。小镇子里的医疗条件确实差，大夫们都是半吊子，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如何治好这个老太太，只是想着不要出错，生怕这个看起来很难受的老太太死在他们手里。因此给奶奶用的药都不痛不痒，她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。我以为只是简单的胃病，便在天津托人买胃肠安这种药寄回东北给她吃。她说吃了之后确实舒服些。之后的几天里，我和男友每天早起为奶奶煮粥做饭，都是些易消化的食物。有一天，我为她做了一碗疙瘩汤，她喝了一口后眼神都放光了。大孙女，这是你做的？真好喝啊！长大了，奶奶能指望上你了。然而她的眼神和神态却让我心如刀割，尽管是在夸赞我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刺痛我的心。70多岁的她在大山里独自生活，无依无靠，看着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无法想象爷爷还在时她是多么幸福。随着武汉疫情的新闻越来越多，我也开始担心回不到单位会被开除。此外，我也低估了奶奶的病情。为了安抚她，我告诉她我会回去看她，夏天还会回来。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话，她也不太相信。她知道长大后的孩子会有很多牵绊和顾虑。大年30的晚上，我坐上了返回的火车。初1早上，我抢到了飞往天津的机票。我想过带奶奶一起走，但最终放弃了。
单亲家庭有很多麻烦是处理不了，而且我也无法确定我的男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照顾生病的奶奶。再者，我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可能的高额医药费。我想等半年后生活稳定一些，再和男朋友商量这件事。我每天给他打电话询问病情，并寄送胃肠胺给他服用。虽然我认为这种药对他的病有疗效，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。对于每月只有2000多元工资的我来说，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。大约2个月后的一天，奶奶给我打电话：“孙女啊，你能接我过去住一段时间吗？奶奶现在身体不太好。奶，现在疫情太严重了，你等我一阵子行吗？”听到这话时，我心如刀割。她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？又是有多么无奈才会等待别人的帮助？如果有钱就好了，我可以为她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照顾，我可以带她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我可以为她做任何事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有钱真好，让人无悔于人生，不会后悔错过的机会。在所爱之人需要时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；在病痛袭来时，我们可以放心地走进医院。好消息是，在我最难受的时候，我爸开车回去把奶奶接到了身边。坏消息是，已经太晚了，癌症已经到了晚期，折磨他大半年的胃癌让他痛苦不堪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骨瘦如柴，嘴角常常有血，进食困难，起身都变得艰难，但仍坚持要自己上厕所。为了看他，我终于又走进了爸爸的家门。那3、4个月里，男朋友每个周末都带我往返于2个城市之间，怕我错过，怕我遗憾。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他颤抖着双手掏出了一只金耳环，说要给我一只，给我妹一只。我不喜欢他这样交代后事，感觉不吉利。我舍不得拿那个耳环，希望这样他可以多坚持几天。然而再次见面时，他已经走了，我没能赶上最后一面，没看到他最后一眼。可能他疼得受不了了，他在殡仪馆的棺材里安详地躺着。我赶到那里时，已经哭到无法出声，只能摸着他的脸，默默流泪。他走了也好，不用再受病痛折磨了。我不敢表达自己的遗憾，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太痛苦了。有时候我会恨自己没本事，但又能怎么办呢？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？我害怕那个烟囱每次冒起烟，都是一个生命化为尘埃的时候。这半生辛酸荣辱、贫穷富贵，都融在你一杯骨渣里，留在了过去，没再有未来。荧幕前的你有什么感触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里是话题畅聊室，我们下个话题再见。